OK， 欢迎来到小伙伴日常。我们现在人在美国，美国是一个小费文化的国家，大家都知道。那小费到底要付多少钱才可以呢？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也很疑惑。对，这问题其实困扰的不只是观光客，其实连美国自己的人都觉得很烦恼。因为你看我们台湾那么小都可以占南北了，美国这么大，他们也会占东西啊。你知道在美国，其实网络上有调查，每一个州他们习惯付的小费比例都不一样，而且包括有一些连锁店，即使是连锁店，它都不是每一间店都会有跳出小费的选项。所以就连相同的品牌，它都会有不一样的小费选择。这么复杂？对，那我们今天就来实测，看看说我们在美国的消费到底会跳出多少的小费让我们选择。第一种是快速服务类，就是那种去柜台点餐，然后他就拿东西给你，没有任何的服务，东西拿给你你就走的。还有第二种呢，是属于半自助柜台服务型，就我们在柜台点了餐以后，他现场在柜台那边弄完以后拿给你，你就走了。这样听起来好像都不需要小费。第三种就是传统坐下来的餐厅，你坐下来，服务生过来帮你点餐、帮你送餐这种，这感觉很贵。虽然你在台湾觉得这不是基本的用餐就要这样吗？但是我们还是要实测看看在美国到底会如何。第四种是酒吧类型的，酒吧类型要怎么给小费？吧台照杯数给呢，还是照价钱给？不知道。第五种共乘车 Uber、Lyft， 你搭这些车到底要不要给小费呢？然后第六种旅馆服务类，你搭邮轮的时候，你把行李放下来，到底要不要给小费？要给多少？ Doorman， 你去饭店帮你开门，帮你把行李送到房间，要给多少小费？不过我这次没住饭店。我们住 B&B。好，最后一种就是肯定不用给小费的，它类型呢可能包括像我身后这间麦当劳，因为它都是使用那个自助点餐机嘛，还有便利商店啊、超市啊，甚至是加油、搭公车、坐捷运，要不要给小费？这些基本上都是不用的。身为一个超级抠门的旅行一族，在美国旅行的每一块钱都要省起来。我身后这个麦当劳就是我们特别爱来的地方。不过呢，我们旅行过程中都会使用这些当地的 App， 使用当地的 coupon， 就可以省下非常多的钱。但是你在旅行过程中，如果使用了国外的 eSIM 厂商提供的 eSIM 的话，你拿到的可能不是美国 IP， 你连这些 App 根本打不开。包括你在台湾，你也是打不开美国的这些 App， 他们会绑 IP， 所以你只能使用美国当地的 eSIM。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连到店内免费的公共 WiFi， 你就可以使用当地的 IP 上网。但是你要知道，使用公共 WiFi 就是你个资受到风险威胁最大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需要 Surfshark VPN， 现在在全球140多个地区，超过4500台伺服器。Surfshark 不只是 VPN， 还有防毒、搜寻、资料外泄警示跟恶意广告阻挡等功能，甚至还有30天内的不满意全额退款保证服务。这么好啊！而且你只要拥有一个账号，就能用无限多个装置上使用，一人买全家宝。现在就点击 surfshark.com/QBAOX， 或者输入优惠代码 QBAOX， 就能额外多拿4个月的 Surfshark VPN 服务。赶快行动吧！Surfshark VPN 守护你的网络安全。我们现在刚好超过早餐时刻，赶快进去了，看看咯。已经没有早餐了，先来一杯大冰咖吗？好啊。在美国麦当劳使用麦当劳 App， 不但可以累积点数兑换商品之外，最重要的是每天都可以享受这种0.99的大冰咖，不论大小都只要0.99元。我有个疑问哦，台湾的麦当劳 App 跟美国 App 是不能通用的吗？它虽然取了一个名字叫做麦当劳国际版，但其实每个国家都是不同的版本，所以我去每个国家都要下载每个国家不一样的版本。对，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使用 Surfshark VPN。讲那么久，你应该想知道到底有多优惠？0.99的大冰咖，0.99是什么概念？我告诉你，在美国一杯可乐3块钱。等一下，你那个是超商价还是？贩卖机也是2块多啊。沃尔玛门口1块，最低价可乐。我们去萤幕操作看看，给你看可乐多少钱。我的优惠码2742。美国大部分都没有读卡机啊，所以都要用输入的。使用这个优惠，不管哪个尺寸，通通只要0.99。一天这样喝一杯啊，就可以撑很久。而且虽然是无糖的，还是有热量哦。大杯的，加税金0.07，最后是1.06，搞定。对啊，你不是要看一下可乐多少钱？1.49。1.79，没有小费。麦当劳本来就不用小费啊，还是属于这种连锁店，不用服务费的。身为一个邮轮爱好者，我经常来到美国，所以呢，我早就累积了很多麦当劳点数。coupon 就是比较厉害。看一下换什么？500点可以换吉士汉堡，这个2.29块，对吧？好啊，来一个。加点手机点餐，懒得再去柜台了。所以拥有 App 真的很重要。对啊，我有超多东西的。超大杯。
他要送我点数了，现在又有6468点。无限循环，自己更深的麦当劳。等一下吗？谢谢。那我讲中文我没有录到，关太快。因为它的 app 有一个比较麻烦，是要一个一个点，很奇怪，但是就是这样。这个人要再点大薯了，最后一个任务。第3趟，OK， 这样总共呢只要1块钱左右，大家相信吗？一个中薯，2个堡，一杯超大冰拿铁，我都不知道我们在干嘛。像这个堡啊，看起来有点单薄，但1块钱也没有什么好嫌。吉士汉堡，美国招牌，有肉的哦。对了，我突然想到，我们可以先回到前一天。OK， 我们现在在罗德代堡码头，我们刚从星星公主下来，我们现在要搭 Uber 到机场，需要小费吗？实测看看。其实现在搭 Uber 很少人在给小费，因为 Uber 的小费选项是你下车以后才需要按的，你没有压力，你人已经跟他不用碰面了。根据调查机构，其实绝大多数的人都不会给小费。耶、yeah. Uber。Yeah. Yeah, it's okay. Not the traffic. That zombie. 我们自己搬行李，所以没有压力。Thank you. 哎，我也没。Thank you. 哇哦，他车蛮高级的。Right, thank you, boss. Bring it along, please. For run off, right? The headphone, everything. Yeah, everything. Got it. Thank you. Oh, that one is heavy. Thank you so much. Alright, sir, no problem. See you. Have a nice day. 像 Uber 是没有压力的，而且根据调查机构显示 ，Uber 司机的小费收益只占他们收入的不到10%，会付小费的人不到1/4。大部分的人是不会付小费。如果服务好的话，你可以给。你行李很重啊，他人很客气啊，过程中聊得很愉快啊，大家自己斟酌。我们现在来实测这间 IHOP， 这间 IHOP 是美国知名的松饼店，它是24小时随时都可以买得到早餐。Thank you。这间生意超好，人超多。I need your recommendation for pancake. Oh, this one is superb. It's my favorite, the blueberry. Thank you。他帮我倒咖啡，超好的。有服务，有服务。哦，而且还有笑。我想讲一下，美国这个奶球都给超多。我现在一个人2、4、6、8、9颗奶球配1个咖啡。是天然的还是加工的？半天然，苦苦的，不会很酸，也不会很甜。Thank you。你的看起来比较焦一点。照惯例，早餐嘛，2颗蛋、薯饼、培根，然后他有问我们蛋要怎么做，我们就是一样的。哇哦！哇 ，Thank you。Thank you。我的是蓝莓松饼，草莓香蕉松饼，看起来很巨，超丰盛的。美国经典的 IHOP 全日早餐哦，先吃吃看那个松饼，就是串签的马铃薯做成的。哦，是吗？你有听到这个声音吗？哦 ，Oh my！ 鸡蛋，听说美国的鸡蛋现在很贵啊。哦，吃吃看这种昂贵的鸡蛋有什么不一样？说不出昂贵的价值，但蛮好吃的。其实我点的呢，只有跟你的松饼不一样，那我就来吃吃看松饼了，2片，然后上面有很多蓝莓果酱跟鲜奶油。其实我这样看起来很像珍珠奶茶。都混一点，都混一点，还可以吧？我觉得蛮好吃的，不会太甜。温馨提醒，这样一份早餐的热量大概700到1000卡之间。然后吃一份啊，可以挡1天了。啊，你看店内座无虚席，美国人就爱这样外出消费吃早餐，即使要付小费。等一下我们再看小费要多少钱。我个人猜测，我之前看过很多新闻，大概18%。好，我必须说它的薯饼超好吃，吃起来脆脆的，然后又吃得到马铃薯的立体，掉了，还吃得到马铃薯的立体感，就
真的很不错。我现在吃饱了，你觉得我应该要付多少小费？通常在美国餐厅给小费呢，大概就是总消费的15%到20%左右。如果你觉得服务特别好，你可以考虑给到20%或更多。如果就是普通服务，15%左右就蛮标准的。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你的账单总额，比如说如果你吃了大概50美金，那你给个7到10美金左右的小费，就挺合适的。总之看你的满意程度来决定就好。你确定这是2025年的标准吗？基本上这种15%到20%的消费标准，在2025年也还是差不多的。我刚刚问 ChatGPT， 他说15到28差不多，所以我们等一下去结账的时候看一下他提供我怎么样的选项。我估计现在最少都是18%了。等一下，我其实有点紧张，我怕你被揍。准备好了吗 ？OK，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看一下。好，所以要怎么付？它最少18、20、22，你有看到吗？哦 ，OK。 Yes。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18、20、22， 6.08，怎么样？6.08还有7。它是自己写上去的吗？对啊，自己写的啊。哦他已经帮我算好了。 OK。好，应该可以吧？嗯。好。For me。 Thank you. Thank you。 最后是18%，跟大家想的一样吗？这间 iHope 结账的时候，它是一个建议列表，它会写说帮你预估好18、20、22%分别是多少小费，然后你自己手写。刚刚填小费的那张单子啊，如果我们心算好一点的话，我会建议你可以连总金额都写上去。防人之心不可无嘛，避免说你写6块前面被画一横一变16块。我都还没有想到这么多哎。如果你把 total 也写上去，它就不容易改。哎，所以我们刚那一餐总共是多少钱36.12，再加6块钱的小费。哎，可是它6块这样子，它是怎么刷？你刷上去只是授权啊，它最后它还可以再输入金额。那你现在看到金额了吗？还没啊。 OK。实测这间美国超有名的连锁餐厅 Chipotle， 它应该是这样念吧，西班牙文。我们去试试看，到底要给多少小费。打个岔，这一间呢、其实我们从来没有进去过，所以我也不晓得，一直想吃很久了。Let's go， 每个都是分开店的。Here, it's my first time here, so maybe this rice. 你要哪一种豆子好多哦。 ？Steak. It's my first time here, so I have no idea. Everything included. If you want guacamole, that's extra. OK， 这两个这个要加钱，所以其他你都可以任加。那其他都加喽。 This salsa. 你要什么 corn？ This is spicy. I like spicy。耶。你要什么青菜喽，这个沙拉。 ？Veg? OK。 Thank you. Okay. That's it. 2 or 1? One. Okay, it'll be 14.74. 1474.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耶。坐哪？饮料自己用。啊，你用什么饮料，其实他也不会管你，所以只是买一个杯子而已。对，但美国人还是会买2个，那要续杯吗？不行。可以。刚刚看后面的那个美国妞啊，这个加满很多 cheese， 然后我觉得我亏了，而且他们的蔬菜超多。他问你这样就好吗？你说这样就好啊，都不用钱，随便加，只要堆得上去。不要跟我们一样。跟你说，这间店在美国超红的，因为它可以吃到1餐2千大卡，你就不用吃第2餐。黑豆牛排饭，觉得这口味还蛮不错的，有点辣辣的，有蔬菜，有白饭，温温的，不算太热，吃起来超健康的。米咬起来还是有点半生熟的感觉，但其实吃起来还是蛮好吃的。OK， 吃完没想到它是不用给小费，没有关系，我们再试试看它其他。何止不用给小费，连小费选项都没有。真的，我想说，我刚刚在拍的时候超紧张，想说怎么办？怎么办而？且它是人工结账，所以有一点紧张。对我刚刚在拍，我想说他会不会是想说我这亚洲人怪怪的，到底想干嘛？因为我是这样子。在美国有一些购物选项呢是完全不需要给小费的，就像超市啊、公车啊、地铁这些。我们在后面这间是美国知名的连锁超市店，叫 Target， 应该算是百货店了，啥咪都有，应屋尽屋。我们去看一看。就有这个人走来自助了，买一根刷鞋子，刷鞋子的0.99，
信用卡，他也没有问我要不要小费。我想说0.99，你要付多少？就这样。就这样，搞定了。好，够。没有小费。No bad。还好有先讲，不然要加钱了。Thank you。哦， 5块65，没有实力卡。没有 Apple Pay。就这样。耶，走了。我在这边买了一盒麦片，还有一个美国最便宜的饮料牛奶。这样才1.68块。对，这比水还便宜。这3块多吧？我刚刚结账的呢，它那个荧幕也没有小费来，所以在沃尔玛超市结账不用小费。可以。我们现在来到美国知名的连锁速食店 Popeyes， 是路易斯安那风味炸鸡，在美国好像是非常有名就对了。你要怎么点？我这个人喜欢收集优惠券，我先看一下我手机优惠券能拿到什么东西。有门的。这是干的吗？怎么了？没有，我以为它是湿的。目前有这个5块炸鸡，还有2个配菜加2个比斯吉，12.99。这算贵还便宜？还是要这有一个优惠折扣25%的3块鸡柳套餐，9块2。等一下，在美国用 coupon 点餐会比较厉害吗？ coupon 经常会提供你一些比较优惠的资讯，但是这些 app 你必须要先注册美国的账号，而且你如果没有使用美国的 IP， 它通常会挡住你不让你上，所以你必须要连当地的 WiFi， 或者是你手机要开 VPN 使用到美国的 IP。所以这个时候 Surfshark VPN， 我就开始了，等一下。我现在还没准备好，所以我现在购物车就这样结账了，不要饮料，我们省钱，连饮料都不喝。这没有饮料，回车上喝水。我看一下饮料多少钱，我要不是要2块。那算了，喝牛奶，吃炸鸡配牛奶也是挺健康的。直接结账，就没有小费问题，只有税金0.91。好，没有小费，直接付钱。好 ，OK， 好，这样也没有压力呀。要用手机点餐，还是要去柜台点？不要，我有压力。好了，明天再挑战难一点，我们先这样子 ，OK。虽然有我的名字，搞定。看一下价格还是有差的。hot sauce。Thank you。耶，看一下，好大一包哦。我们这样也算是外带内用。他们都是这样子，都是装。对，都是这样。他酱给超多，美国人都这样子啊。酱，5块炸鸡，2个配菜，2个比斯吉，这样428台币，觉得应该可以吧？比台湾便宜吧？我不知道，没有概念。有人吃过台湾的 Popeyes 吗？好了，直接吃了。至少肯定在台湾不用给小费了。炸鸡哦，烫，超烫，薯泥。哦，看起来还不错。还有这个是卷心菜，卷心菜是冰的。我看美国人超爱吃这个，酱很多的沙拉。薯泥还不错，直接加上去这么，这么开心。哇，好辣！又烫又辣又好吃，赞的。金黄酥脆，超烫，现炸的超好吃啊！多汁，超好吃。等一下我看你在第一只哎。吃这么多次 Popeyes， 终于拿到鸡胸肉。在美国，鸡胸是比鸡腿、鸡翅都还贵的。你认真？真的，不信你去超市看一看。不用到美国，台湾会进口什么？美国棒棒腿。对啊。你有进口过美国鸡胸肉吗？没有，他们自己要吃。鸡胸比较贵。对。鸡腿没有人要。鸡腿可以出口到台湾。比斯吉吃起来就是那种淡淡的咸味，还不错。现在我们来实测这个快速服务类的代表，也在美国东岸，正好我们在美国迈阿密 Shake Shack 汉堡非常的有名。我们点餐，它制作基本上除了你拿餐之外，不会有其他的服务。我们来看一看实测，它到底需不需要给小费？还有一个重点，你猜你觉得要给多少小费？一样18%吧。不给。哦，好香哦！真的很香哎，汉堡味。自助点餐，你想要吃什么？大 shake。好啊。要加培根吗 ？No。
为什么招牌汉堡比较贵啊？我们的一个招牌堡，一个大 shake， 总共是20.48，这边吃那种，价钱有差吗选一个？77。17。哦，10%、15%特制化，不付小费，不给小费。客制化是要加爬去上去的意思吗？看你要给多少啊？你要给多少？你要给多少？不用。给0，不给小费，税金1.64块。这边反正也没有人盯着我看，不给小费，没有压力吧？好，现在付钱。真的可以耶！你成功了，成功，我没有付小费。你等一下，员工会追着你，拿着汉堡打你，或者你的培根少一片。等一下你来取餐，算过来弄丢的，就是你不给服务费的吗？不给小费。Thank you. Let me grab you some napkins. Do you need any ketchup or sauces? 你要酱汁吗？你决定，就这样。 I'm good. Thank you. Thank you. 所以你拿到汉堡了。他没有打我。他表情有不悦吗？我不敢看没有，他。他看起来和颜悦色，而且笑脸迎人。我觉得啊，我超紧张的，我就想说，怎么办？会不会是我们两个怪胎？不会，我们问一下 ChatGPT。好 ，Thank you。他还特别拿纸巾过来，他刚刚有说纸巾要不要番茄酱，我说不用。所以是有服务的。好，但我怎么办？心虚了，要塞小费给他了。我现在到 Shake Shack 吃汉堡，你觉得我要给多少小费呢？是美国的话，给小费通常在账单金额的15%到20%左右，都算蛮常见的范围。你确定吗 ？Shake Shack 汉堡也要吗？是的，在像 Shake Shack 这种地方也是差不多的原则。虽然它是快餐类型，但如果有周边服务或者是店员态度不错，一般也会给个15%到20%的小费。当然，如果你觉得服务很简单，你也可以稍微调整，但这算是一个普遍的标准了。我刚刚在自助点餐机，我按0%，我没有给他小费。好了，没关系。这种情况其实也蛮常见的。如果是自助点餐，没有什么特别的周边服务，有时候不给小费也是很多人会选择的做法。你就不用太担心，这在快餐店里算是蛮自由的，不会有太大问题的。我感觉你的ChatGPT坏了，就是它刚刚明明就是显示10%啊，然后最低是10%，它里面实在太冷了，先出去吃。其实我之前就已经做过功课，像这种快速服务类，即使它会跳出小费选单，你按0%，其实完全不会有人怎么样。在美国，大部分人也都是不会给小费的。如果你有其他意见的，欢迎下面留言告诉我们。等一下，我去站在旁边这样偷看，看大家都给多少小费。其实我刚好瞄到别人有给10%，有人给10%，小朋友。这不是他的钱。加崩。我决定我要吃这个汉堡超香。我的跟你的那个是我点的，这比较贵。对，这个大雪克只要9块多。那感觉你也比较划算。你那9块，我这10块。这是你点的，那是我点的。我现在要吃这个，你吃那个，就这么决定。吃吧。有一种梅纳反应的焦香感。Shake Shack 的招牌呢，它就是用压碎式的，就是一整颗像早餐店美而美嘛，把它压扁的肉饼。好吃，真的好吃。这间汉堡店强调现点现做，我的这个是大雪克 ，Oh my god！ 看起来很巨，真的很巨，还比较便宜耶，弄得我满手都是。看一下它里面有一样吗？感觉少了一层面包。那汉堡咬下去呢，不比牛排差。它重点是它有煎的那个焦香。好味。汉堡吃到一半，看起来其实不会差太多。点便宜的就对了，是吗？对哦，而且比较大一点。快速服务第2选，星巴克。大家都知道星巴克源自于美国，虽然不是在迈阿密，但是我们还是来试试看，在星巴克消费到底要不要给小费。Go。来，下一马塞。就点个假期的。Hello, the one caramel blade latte. You want ice or hot? 热的、冰的。哈。来吃。有看到我很大胆的按下去吗？我感觉你越来越自然，这样对吗？终于被人家骂。等一下再解释。Thank you。
来了！焦糖布雷，星巴克也属于我的快速服务项目之一。就是你只要点餐啊，它虽然是有那个小费栏让你选择，但其实它在里面都是做它本职的工作，跟额外的服务一点关系都没有。虽然我在他面前呢，我还是很大胆的按一下右下角那个，看你有遮一下好不好？OK。讲到美国小费文化，其实美国近年来也是深受这种小费通膨之苦，其中重灾区就是冰淇淋店，它属于这种柜台你点了，它拿给你，完全没有任何桌边服务，但是几乎所有的冰淇淋店都会使用自助结账系统，然后呢结账系统呢都会跳小费，很多美国人对这一点非常的抱怨，在网络上也可以看到非常多，我们就来实测看看这间叫做 Manchas。那吃什么？是先称重，然后付钱加料，香哦。等一下，欢乐全家餐哦，那一桶吃下去，你晚餐就不用吃了。还叫松饼，松饼有什么选择？巧克力松饼杯啊，它称重的啦，这也是重量。好，松饼应该不重。饭拿这个，这怎么称？好问题，决定了，就这个了。反正它称重嘛，就都一点点咯。你可以直接压中间呢，两种都有。我觉得跟怪怪的杜拜巧克力这个啊，好好笑哦！不好意思，蹭超臭。哎，我必须说这口味真的有够多种，超多的。好，都来一点好了。这是什么口味？巧克力啊。巧克力，你都有杜拜巧克力了，这样应该可以了吧？超多的，很重的。可是你想要加什么？配料跟冰一样价钱，一样价钱，因为称的。哎，这边有新鲜水果，爆珠、草莓。爆珠是这个吗？来一点啊！超难吃，真的帅吗？对，杜拜巧克力不是要加巧克力草莓吗？这里啊，来一点的，再一点好了。那个草莓，那加一颗，称重的哦，手下留情。一颗就好。我发现刚刚不用拿饼干呢，你看旁边。爆珠蓝莓，来一点好了。等下加就加新鲜水果，台湾很贵啊。这边蓝莓很便宜啊。奇果来一点。这么健康就对了。这个。称重的哦，手下留情啊。来一点就好了。手下留情。等一下，拉回来，这样就好了。好烦哦，再加一点坚果。那是蜂蜜杏仁呢。哦，这样看起来高级，可以吧？好，去称吧。I will implement cheese. 这样14.9。好 ，Thank you. Gonna be 14.91. 就这样。啊，就这样。好，15块。 I'm good. Thank you. Have a nice day. Thank you. 好多哦，这一杯价值不菲，我感觉你越来越的。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啊都没有人，但其实这间店超热门，人一直进来。你刚刚有看到结账的画面吗？要跳小费栏，我就直接按不用小费了。哎，从头到尾都是我自己装的，不然小费要给我。而且我还没有小费，他也跟我说 Thank you， 他没说什么。好，我有个疑问，别人也按没有小费吗？刚忘了偷看其他。看一下，你去看啊。我偷瞄，我换个位置。这间其实是冷冻优格店，所以它冰淇淋都是优格冰，这样算起来15块其实不算特别贵，以美国的消费。还蛮好吃的。坐位置稍微观察一下，按小费的人其实也还蛮多的，然后也有人没有按，就大家自己斟酌了。左转进入停车场，然后抵达目的地。OK， 我们现在来到了 Denny's 这一间呢，严格来讲，我们已经是第3次过来了。美国家庭餐厅的代表性人物 Denny's， 它属于这种坐下来全服务的、桌边服务的。我们去吃，走。我们现在很早吃晚餐，很早。迈阿密。Hello。整间店只有我们哎，超好笑的。Thank you。好哦，全天候。牛排，现在16块。记得他之前不是有一个晚餐12块吃牛排最便宜的晚餐。Hi. Hi. How's everything? Yeah, it's good. You guys know what you guys want to drink? Oh, thank you. Here you go.
Thank you。 You guys need anything else? 帅气牛排晚餐，觉得上比我的大一点，有没有？你的比较厚。好哟，开吃。咸香咸香的。我的口味跟你不一样，它肉其实好几种口味，颜色看起来是可以的。今天点的是 medium 大蒜面包不错。小穷鬼牛排晚餐，这样一份呢，跟你吃汉堡是差不多价格。 It's already, you guys can go to the front. 总共的消费是我的玉米要10块，我后悔了。 Everything good? You Yeah. guys like it? I like it. It's gonna be right here. Record, right? Yes. It's gonna be right here. Or let's get a container and 哎呦，18%哎！他现在不在这边，我才敢这样拍，压力超大的。OK， 所以我们最后总共的金额是38.35，我付了18%的小费，也就是5块85。你就把东西呢先自动加上2成，你心里面就不会这么痛苦。大概就是这样子咯。然后我们没有住宿嘛，住宿的部分哦，你说旅馆服务？对。其实一般像这种 doorman 啊，就是1到2块钱，包含你去游轮就是卸行李，有没有他帮你拉，就是1到2块钱。我打个岔，有人下面留言说不对啊，那个我每次去都是付5块10块。这世界上本来就什么人都有，有的人钱比较多，有些人比较大方，也有些人就是像我一样比较抠门。反正我跟你讲，他游轮它有一个问语答还是什么，它上面是有写一件行李就是1到2块，然后问的 ChatGPT 它也是这样的讲，一件行李1到2块是 OK 的。然后还有什么酒吧你也没有示范，最主要的问题是因为第一个我开车，在我去酒吧喝可乐的话，感觉有一点点刻意而为之啦。但我告诉你，其实我有查过，大概的行情就是你点一杯酒给1、2块。或者是你可以账单给15%，而且最好你是直接准备现金，就是你点一杯酒你就塞给他就对了。好啦，那还有什么技巧没有讲的？想到再说。影片就这样咯。好，拜拜拜拜拜拜。说不定我还会吃餐车啊。